今天我要用杏鲍菇和豆包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——素炸大鸡排，跟大家分享我们家今天晚餐的菜色，看看今天晚餐呢我们吃了什么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a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杏鲍菇和豆包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5片的豆包，这个豆包我是在素食材料行买的，它这里有写是非基因改造的黄豆制成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个腌料，2汤匙的素蚝油，酱油2汤匙，纯白芝麻油1汤匙，二砂糖1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咖喱粉半茶匙，黑盐适量，有点淡的香气，太白粉半茶匙，把所有调味料拌匀。都搅拌均匀了，可以把豆包放进来腌了。豆包把它打开，沾上腌料，打开豆包要轻轻的，像这样子。豆包都涂上腌料了，先放在旁边静置大概15到30分钟。那一般上呢，我就是先去备其他的料，那备完之后呢，再回头来，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也不用特别去计算它的时间是多少。准备一条杏鲍菇，先切一半，先用手先剥成一半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剥成细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刚刚剥到一半，突然想跟大家分享，这个杏鲍菇呢，我是在好事多买的，因为呢，我喜欢在好事多买它的杏鲍菇，每一根都蛮大只的。然后在菜市场买呢，有时候要去挑选，才会选到这么大的杏鲍菇。然后这杏鲍菇它后面有写说啊，可以沙拉、快炒、凉拌、烧烤、火锅、油炸，所以杏鲍菇也是有很多种用途的。那有时候这样子大分量买回来就开成这样子乱七八糟了，我就会把它放到保鲜盒里面，剩下的呢就不会因为这样直接放冰箱干掉。所以就用一个比较深的容器把它装起来，像这样子就比较好保存，杏鲍菇也会比较新鲜。像这样子一前一后的摆放。这样子杏鲍菇就不会被冷气风吹干。虽然我们用了这种冰箱收纳盒收了之后呢，它不会被冰箱的冷风吹干，它也不会有异味，但是也是要尽快使用完，不然它也是会变软，这样子变得不新鲜。那我们现在就拿去冰。再继续来撕这个杏鲍菇丝，也顺便跟大家讲讲啊，我通常准备晚餐会怎么去搭配那个菜色。如果那天比较有时间的话呢，我就会准备一个主食，像今天这样，会有一个素炸鸡排，然后再搭配一个下饭的菜，还有一个青菜炒青菜。那如果比较没时间的话呢，我最喜欢做的就是一锅料理，可能全部料放下去电锅里面做成焖饭。也有可能煮一锅的汤面，有菜有菇有豆腐，通通都在里面。
这样子小朋友就可以吃得有营养啊，也吃得很开心。然后我也煮得很快速，一锅就完成了，或是炒饭啊、炒面啊，这样子一锅的料理。今天晚餐呢，我为孩子准备的是塔香番茄豆腐，还有自己种的地瓜叶炒一炒。我比较少煮汤，是因为孩子们都比较不爱喝汤，然后煮了一大锅，有时候还会有剩的，所以几乎现在我都开始不煮汤了。那他们唯一会喝的汤就是玉米浓汤，就是上次去露营有煮过的。然后他们如果有玉米浓汤呢，他们就可以配饭了。那我就想说玉米浓汤不够营养，所以呢我就会多给他们加一些料，所以那也是一锅到底的一个料理。来跟大家讲啊，有时候啊朋友找我出去，我们出去聚会的时候，那去回来呢，差不多都下午了，要赶快煮。所以呢，我去之前呢，要怎样快速的煮晚餐呢？就是呢，你先放一锅饭下去煮，那饭的上面呢，你又再放马铃薯和红萝卜去一起煮，就是煮饭的同时也在蒸那个红萝卜跟马铃薯。那等你下午回到家的时候呢，你就把那个红萝卜跟马铃薯拿出来，放一个咖喱块下去，然后呢就可以煮出一锅咖喱了。那小朋友就可以咖喱配饭吃，那就很快的煮出一餐啦。把杏鲍菇放入盘中。这板豆腐呢也是非基因改造的，准备1块。把豆腐切成丁状，先对半切，再从中间切开。再来切成条状，换一个方向，切成小丁。把豆腐放入盘中，来剪一些9层塔来炒豆腐。9层塔那天台风天被吹歪了。还要再来重新修一下，给它站起来。台风天过后的地瓜叶没有被吹坏，现在来剪，等一下就可以炒给孩子们吃。哇，好长哦！你们看有没有很漂亮？来拿去洗。9层塔刚刚我先清洗过了，我习惯先清洗之后再来挑，因为呢有一次我挑好再去洗呢，我发现要一直捞那个叶子很麻烦，所以直接这样清洗很方便。这是我的一个小方法。现在把9层塔的叶子剪下来。9层塔呢，还可以拿来做青酱。之前我有分享过做青酱的做法，大家可以回顾看之前的影片。这最上面比较漂亮的，我会拿来当装饰。把9层塔放入盘中。这地瓜叶呢，刚刚身上都很多泥沙，因为台风天过后呢，下雨把那个泥土都溅上来，弄到那个地瓜叶的叶子都很多泥沙，所以我先拿去给它洗一洗。现在洗干净了，来挑。那挑完之后呢，再拿去洗。那挑的时候，我会这样子把它的这个纤维给它拉出来。其实这些地瓜叶都很嫩。因为一折就断了，很清脆的声音。你们看这地瓜叶的枝干上都还有根，所以这还可以拿去擦泥土种。把地瓜叶放入篮中，准备拿去清洗。放入5汤匙的脆酥粉，玫瑰盐1/8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。倒入适量的过滤水，缓缓的倒入，调成一个面糊的状态。调好了，像这样子的浓稠度，
放入适量的地瓜粉，取一片腌好的豆包，取一些杏鲍菇丝，放在豆包上，这一半段就好。把它摆整齐，这个折过来，把加上杏鲍菇的豆包放到千张上面，然后把它包起来。现在可以来沾面糊了。再沾地瓜粉，翻面，每一面都给它沾上地瓜粉，头尾也不要忘记了。可以了。我因为模仿鸡排一丝一丝的口感，所以呢，我用了那个杏鲍菇丝夹在里面，这样吃起来就有那种一丝丝的口感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做这个塔香番茄豆腐。那我会用这个罐头，这是我在好事多买的。它的成分我看了很单纯，就是番茄、番茄汁、盐、柠檬酸和氯化钙，那是全素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家的番茄有时候我会不小心放在冰箱放到烂掉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就可以，它是新鲜的番茄，然后做成罐头这样，所以呢就可以用它来炒这一道番茄豆腐。这样子番茄就不会每次放到烂掉，要不然就是有时候番茄的1斤也很贵，就可以用它，保存也很容易，然后有时候带去露营也很好，很方便。就这样子，通通都给它沾上地瓜粉。我用个夹子，这样子比较不会让2只手都变成黏黏的。这个杏鲍菇丝呢，还有剩下一些，这里。那等下呢，我们就可以拿来炒地瓜叶，就不会浪费掉了。这面糊看起来是刚刚好，我最后做了6片。给它压一压，让那个粉粘在皮上面。锅内放入多一点的油，把油烧热。油热了，放进来炸。我用这种半煎炸的方式，先炸3片，用中小火慢慢的炸。有定型了，可以先翻面。再继续让它炸，金黄色了，可以取出来。锅内放入少许的油，放入洗好的地瓜叶，这时候就可以加入一些水进来，这样子水煮菜会比较少油烟。大略拌炒一下，放入杏鲍菇，就是刚刚用剩下来的，放来这里一起炒。我会先炒地瓜叶，因为等一下那个番茄豆腐会把锅子用脏，所以这样子炒完地瓜叶就不用洗锅子，接着可以炒塔香番茄豆腐，这样就不会多一道的工作要来做，可以省事一点。
我都看炒到快要软了，就来调味。简单的加一些玫瑰盐，少许的胡椒粉，这样子就足够了。因为菜本身会有甜味，我就没有再另外加香菇精。因为小元宝不太喜欢吃太硬的菜，所以这样子水煮菜可以让它焖软一点。大概焖一下，感觉到有变软了，是你可以接受的口感，就可以关火起锅。接着炒第二道塔香番茄豆腐，锅内放入少许的油，润锅子，把番茄放进来，翻炒一下。它这是没有调味的，所以等一下要试一下味道，做调整。这种番茄已经去皮了，所以不用自己再去皮。小朋友有时候吃到这种番茄的皮，他都会挑出来，这样子就不用再挑这个皮了。酱汁滚了，放入豆腐，翻拌一下，用推的方式可以来调味了。1/4茶匙的玫瑰盐，1/4茶匙的白胡椒粉，橄榄粉适量。或者放2粒干粉也可以，拌炒均匀，调味料翻拌均匀了，现在放入9层塔，击中9层塔就是有这个好处，可以一把的放下来，这样子慢慢用推的方式拌炒，豆腐不会破掉。翻拌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。我放学回来，妈妈就煮好，然后我去洗完了澡，然后就开始吃。洗完澡就可以吃了，耶！来吃这个素鸡排。你们看，这里面都是那个有一丝一丝的杏鲍菇，都炸熟了。问号中，这里面是妈妈刚才说是好多菜哦，有没有？妈妈跟你说这里面是那个。对，杏鲍菇我弄成一丝一丝，看你咬的时候会有一丝一丝在里面。豆包腌的有没有很入味？很香，很咸咸香香，对不对？豆包。吃不出来。豆包里面夹这个杏鲍菇丝，吃不出来。很好吃。太好吃了。我觉得妹妹本来好像不喜欢吃那个豆包，看妹妹回来之后为什么感觉？她应该会喜欢哦，对不对？有味道。还吃豆腐，这番茄豆腐。那个它外皮的味道不一样，变成有各种香料味，对不对？外层腌的很入味。豆腐，妈吃看看豆腐，这是用你很喜欢的那个 Costco 的番茄罐头做的。那个塔香味跟豆腐融合在一起，好好吃哦。我喜欢这个很酥脆。这爸爸种了，吃吃看。爸爸种的比外面卖的好吃。你每次都这样讲。太好吃了！今天的晚餐，妈妈今天比较有时间，做了这个炸的主食，也有这个下饭的，还有青菜，有没有很好吃？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别忘了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， 还要订阅我的副频道哦。拜拜。好吃好吃。